各位，自从郑丽文上任主席，我就说这姑娘真是条汉子。那位说你说的这是人话吗？我就说这个郑丽文呢，的确有这种可以说是那个雷厉风行的男子汉之风这个关于纪林莲呢是在这个中常会上说放言，谁要是叛党就开除谁，包括韩国瑜这个风波以后呢，郑丽文从来都是力挺他的恩人老将军黄复兴的这个主席是吧？这个季老将军是他选上就是党主席的功臣，最大的功臣，从来没有退缩过，一直是挺老将军的。你说是条汉子吧？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应该说老将军呢才是国民党这样的党100多年一盘散沙里的中流砥柱人家纪林莲真的是唯一一个要求党严格按照西方的政治体制说话办事的国民党人。国民党虽然是效仿的西方的政治体系，却完全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按照西方的议会的政治规则，议员在议院投票程序中有跨党派的投票、自由投票和党派投票的区别。跨党派的投票通常涉及到宗教、道德或者是其他相关良心的议题。议会政党会事先声明，议员可以在某个特定议题上不受党派的政治约束，跟着自己的想法去投票，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政治议题上，特别是那些涉及到财政拨款、金钱支配的问题上，议会的党团通常会严格的规定，议员必须得服从中央的决定。党团中央事先研究议题，做出分析，做出决策，然后由党编出头执行中央的决策，也就是党编点人头，也就是傅昆萁了，是吧？确保每一个议员都不乱说话、乱投票。英美澳还有这些典型的西方国家的议会走的都是这一条道路。如果党员违反了规则，完全可能面对党团的除名、开除党籍、未来选举停止提名等处分。没有这条底线，允许议员不按党团的决策行事，西方国家怎么可能几百年他们有序的能够运行到今天呢？国民党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党纪无效，立委做大。徐巧芯通过军购案上抢跑发声，博得流量，全岛关注，然后再装无辜，但是已经成功的为自己的未来的政治也可以说是搭上了这个一个梯子，而后果是没有任何的后果，没有处分，反而成为议题的核心，高度曝光。连赵少康这种号称国民党智囊的人都在捧他，在拆国民党的台，这就给所有的国民党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开第一枪的人才能被听到。这样的党100多年一盘散沙，没有了枪杆子，怎么可能还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呢？你看看相反，民进党在玩西方政治上更为成熟，党团一定形成决议一旦形成决议，立刻成为全党的硬约束，所有的党员必须严格执行，违反规定的真的会被冷处理、冻结资源。因此民进党在台湾做大更多的原因还是国民党太烂了。所以纪林莲老将军提出党团除名、开除党籍，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况且季老将军还是一个三观极正的华夏子孙。我中华民族雄踞东亚，迄今一历5000年，富具有悠久光荣的历史。我是中国人，当然，我的身份证上祖籍浙江杭州，我是浙江人。我有台胞证，我是台湾人。谁说我不对？我是中国人，我是浙江人，我是台湾人，我们是中华民族。赵少康这个美国的狗腿子黎少康是吧？现在跳出来攻击季老将军，实际上他是高估了自己的能量了。赵少康可以说连挨了4拳，赵少康老实了，怂了，求放过了。
一是国民党中央连夜发文澄清事件的真相，而且明显和赵少康做分割，不把他称作同志了，是先生了。二是他自己的，现在他还给自己的员工尹乃菁发工资呢尹乃菁去担任职务以后，赵少康为了控制他还给他发工资呢，尹乃菁也不上套，直接打脸。可以说尹乃菁是站在了大义的一边，是吧？两个人呢，赵少康以为自己是他的衣食父母，可以听从自己的意见，支持自己的想法，会顺着自己的思路把这个事件引向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可是呢人家尹乃菁呢不上这个套只说事件的真相，这又打脸了这个赵老贼。第三个呢是徐巧芯也是甩锅了，脸书直言说这个确实国民党有一个党版就是3800亿加 N 这个徐巧芯这算是把赵少康给坑了一把吧，是吧？他提出来的8000亿坑了一把，是吧？第四呢就是国民党重量级的人物集体沉默，无一公开支持赵少康开除纪连连国民党党员副主席的言论，没有人再喊支持赵少康的8000亿的军购案。赵少康活生生的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跳梁小丑，就连朱立伦、卢秀燕这些亲美派曾经高调要求军购案8000、9000亿的幕后大佬这个也喊出了支持国民党的党团决议，高度维护国民党的团结一致。说早2天还喊的震天响，要9000亿的朱立伦的子弟兵凌涛也在事件后脑筋急转弯，说9000亿只是自己的意见自己唯一支持的是国民党的党团版本，自己绝对服从党团的决议。所以这个赵少康自不量力所以赵少康现在服软了，说我不是要跟党中央对着干那个意思要求放过了。我觉得这个杀鸡儆猴，赵少康就是那个非常好的鸡的标的郑丽文下决心吧。郑丽文呢也在节目上直接就呛韩国瑜了说这个韩国瑜不至于那么脆弱吧，没那么玻璃心嘛。那继副主席当中的擦枪走火，您形容是情感过度丰沛的结果，这件事情你认为已经翻篇了吗？不需要做其他的额外的处理？不需要做其他的处理因为没有人质疑韩院长。当时继林连副主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脱序的冲动的谈话，大家都非常的傻眼，事先也都没有人知道。有什么阴谋论有人在那边各种，没有什么阴谋论，不需要在这边扩大。那么继副主席当天会有这样的谈话，起码中央党部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呢，我后来听说什么，他有跟媒体讲，因为我们中常会都有媒体嘛，还有事先跟媒体讲说他有要讲话，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不晓得。所以当时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过于冲动的过激的发言，实属意外。那么我们在第一时间我就站起来说了，他这个情感太过丰沛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太过冲动了。我也立刻表达了对韩院长的高度的肯定，也不希望大家再继续在这上面去做文章，去做不必要的发酵跟扩大的解释。后来中常会结束之后，我也第一时间致电给韩院长，因为怕引起误会，也不希望对韩院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所以当然继副主席的讲话是说他不相信韩院长会做出让大家不能接受的事情，如果做出来的话他就要怎样怎样怎样。因此他并没有在他的发言里头去咬定韩院长做了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我们也表示绝对没有这些质疑，不必要的怀疑，只不过看到军购的很多的讨论，
长期在军方一生戎马的纪凌莲，他有太过情绪化的发言，这个我们必须承认。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就事论事，我们绝对对事不对人。回到刚刚讲到了民众党，也是有人假传圣旨，说什么党主席已经同意8000亿，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有人拿这个去跟民众党说，国民党的立场已经改变，所以民众党是站在一个希望蓝白合作的大原则上接受的。后来我们立刻澄清了，绝对没有这件事，所以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关于这一点，黄主席也曾经说明过，我就不再多说。所以不要在党内一直去传错误的讯息，说什么我已经改变立场，我从来没有改变立场。说什么民众党也改变立场，民众党也没有改变。是，所以我在这里郑重澄清，而且不应该2手传播3手传播。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改变立场。好，大家说我接受黄光芹的访问，那叫做断章取义。我还是讲的我的原则，很简单，就是通过了美国官方的认证，发价书来。所以我说8000亿当然也可以啊，不然我们为什么是3800亿加 N 呢？既然有加 N， 就是后面来的军购我们并没有要反对，3800亿并不是最后的数字嘛，就这么简单嘛。但是问题是新的资讯没有出现啊，谁说了算，谁说了准呢？那后面的军购如果没有来，我们匡列的这些钱被拿去挪用商购，大家也都觉得很 OK 吗？还是本来就打算这笔钱就要转成商购了呢？因为现在通通都是军火商在游说了呀，都在讲商购啊，都是如此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条防线必须守住的原因。所以 1.25 兆也不是所有的钱都给美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商购到底是跟谁买什么，到目前为止不知道。第二，还有我们说就是投资自己的军工产业的部分，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开始进行的，我们从来都不反对啊。但是钱到底花在哪里，自主做什么，我们很担心。我跟你讲，我现在跟美国的朋友我都讲得很白了，我不是我们反对商购，为什么空白授权万万不可以？全世界哪个空白授权？第二个，我都直接告诉他们，我不是在防美国，我是在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要拿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这个是我们绝对不愿意看见的。过去就有达正案，不然为什么藏头藏尾不敢告诉大家？你任何一个工程发标都需要有程序的，都需要有揭露资讯的。你现在说商购，你要对全世界公开招标，在没有任何的讯息的情况底下，你告诉我说你这个商购要全世界公开招标，你把我当3岁小孩骗啊？这个郑主席一如既往的支持老将军，这个韩国瑜院长没有那么的脆弱啊。你的意思告诉我，韩国瑜你也消停吧，因为韩国瑜在这个赵少康的那个媒体底下跟他眉来眼去，勾肩搭背的，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好干啊。国民党100年大将纲，处处都是赵少康啊，庙小妖风大，池浅癞蛤蟆多呀。郑丽文自己小心保重，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